我在事业巅峰时期宣布退圈嫁人，霍江离全网直播向我起誓，他这辈子只爱我一人。可婚后第3年，他和曾在练习生时期欺辱我的女同事在一起，还有了孩子。我听到他和我弟弟私下里商议，在你姐姐面前一定要哭得情真意切，他最心软，一定会让我和阿月在一起的。真是何必这么麻烦？我已经向法院诉讼离婚，签了合同去国外封闭训练，半个月后我就要离开了。什么？表姐很惊讶地看着我，你是说霍江离和柳福月？我眼眶微红，笑容有些惨淡的点头。不只是他，任何一个知道柳福月曾经对我做过什么的人，知道霍江离和他在一起，都会惊讶。表姐摇着头叹了口气，怎么会这样？也怪不得你下定了决心要跟他离婚了。诉状我已经大概起草好了，后续有些细节我会在微信上跟你确认。我点头。就在这时，手机发出一声嗡鸣，我打开一看，是霍江离发来的消息：老婆，你在哪儿逛街？我来接你。我眼眶更酸，表姐看着我的样子，猜测到了什么，又叹了口气：你已经买好了出国的机票？你真的想好了吗？毕竟你弟弟还在读书。我抿着唇，低低应了一声：这次的机会很难得，有一家国外的名牌公司看中了我，可以帮助我封闭训练。如果我想重回娱乐圈，这是最好的选择。我已经跟他们签订了协议，半个月后就会出发。表姐不再劝我，送我出了律师事务所。我把定位发给了霍江离，但不出预料，我在这儿等了将近2个小时，他才姗姗来迟。我抬眸看他，几乎是瞬间就被他白衬衫衣领上明目张胆的口红印给吸引了注意力。抱歉，昭昭，公司太忙了，我实在不好脱身，你应该等很久了吧？一边说，他终于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垂眸一看，脸上飞快地闪过心虚，慌忙解释：昭昭，你别误会，这是我给你试口红的时候不小心蹭上去的，你别多想。我收回视线，若有若无地应了一声。原来色令智昏是真的，霍总这样忙，怎么有时间为我试口红呢？更何况我鼻子一向很灵敏，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花香，明明是柳福月常用的香水牌子，令人作呕。我是2个月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我陪着一个圈内朋友去产检，在私人医院正好撞见了陪着柳福月去检查的霍江离。霍江离很高兴，就连迎面跟我擦肩而过，都没有注意到我。我听到霍江离说：阿月，有了孩子一定不要再像之前那样莽撞了，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柳福月倒是看到了我，故意给了我一个得意的眼神，然后状似害羞地扑进了霍江离的怀里。人家才不莽撞呢。再说了，老公一定会照顾好人家的，对不对？那一瞬间，我眼前都黑了黑，只觉得天都塌下来了，甚至我怀疑是不是我听错了。那样喜欢我的霍江离，怎么可能会出轨呢？更何况他出轨的对象是柳福月。朋友没看到霍江离，只注意到了我脸色苍白，担忧地问我：怎么了，昭昭？我怀疑我是看错了，慌忙跟朋友打了声招呼跟上去，看着柳福月把霍江离带进了楼梯间。他们在楼梯间里接吻，模糊不清的情话像极了尖锐的利刃，我听得头晕目眩，指甲狠狠陷进了肉里。柳福月一边得意地看着我，一边拽着霍江离的手摸他的大腿，他声音娇气暧昧地跟男人撒娇：老公，你什么时候跟穆昭离婚啊？我都已经怀孕了。霍江离低声笑道：你放心，我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的。后面他们又说了什么？我已经完全听不进去，曾经被柳福月霸凌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感觉想吐，快步跑去了卫生间。所有人都知道，柳福月是我的死对头。高3的时候，我父母出车祸去世，留下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弟弟要读书，我没办法，放弃了足以考上国内重点大学的成绩。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娱乐圈赚钱。
我就是在练习生时期认识的柳福月，他家里很有钱，是众星拱月的千金大小姐。当时的练习生所有人都得仰望他。他性格嚣张跋扈，我惹不起，于是在考核的时候，只要遇到他就放水，让自己的成绩永远比他低。这种情况下，他对我也还行，有几次看我吃不起饭，还把家里厨师多准备的饭菜分给我。直到有次考核过后，老师看出我藏拙，生气地叫我去训练室谈话，被柳福月听见，他觉得我打了他的脸。自此开始了长达3年对我的霸凌。他曾经联合同学孤立我，大冬天把我的被子衣物扔进大雨里，强迫我裹着湿被子睡觉，也曾经把我的脸扇肿，把我按进公共厕所的脏水里。最令人恶心的是，他装作意外把我的小腿骨踩断，又不让我去医院。后来导致我没办法继续跳舞，只能改行演戏。看我闯进演艺圈，名声逐渐大起来，他心生嫉妒，经常买通营销号在网上造我的黄谣。我患上了抑郁症，一度因为他不想活下去，都是因为弟弟才坚持下来。后来我的咖位越来越大，日子变得好过起来，又认识了霍江离。当时的他很喜欢我，他会在我抑郁症病发的时候心疼地抱住我，眼眶通红。他知道我想继续跳舞，请最好的医生给我治腿，陪伴着我复健，直到我能重回舞台。在知道是柳福月把我逼成这样的时候，他恨得眼里满是血丝，硬生生捏断了玻璃水杯，说一定会为我报仇。后来他也做到了，他把当初柳福月霸凌我的事公之于众，让柳福月不得不退圈。在他的陪伴下，我的心理问题逐渐好转，也越来越爱他。后来我宣布退圈，跟他结婚，他直播当着全网的面发誓，我这辈子只爱慕昭一人，说他是我的救赎，也毫不为过。只是现在我的救赎出轨了，而他出轨的对象偏偏是曾经那样对我的柳福月。霍江离可能是看我不大高兴，提议陪我在周边再逛逛，我没有拒绝，只是在逛的时候，他全程都心不在焉，还时不时地拿起手机看。我心知肚明，他应该是在看柳福月发来的消息。直到我们远远看到一家卖的火热的蟹粉酥，他家蟹粉酥做的外酥里嫩，我也有段时间很喜欢吃，只不过他家生意火热，每次去外面都排着长长的队。曾经霍江离提议说帮我去买，但我心疼他，不想让他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面，就拒绝了。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将近6年时间，还从来没有吃过一次他亲自买来的蟹粉酥。然而现在，他看着那门店外面排的那样长的队，也毫不在意，甚至情不自禁地往那边走了2步。反应过来我在看他，他才欲盖弥彰地跟我解释：昭昭，刚才秘书发消息说公司有事，我要先回去一趟，我就先让司机送你回去。我默了默，可能是心已经够死了，我反而笑出来，不用了。我轻声回他，我自己回去就行。他叮嘱我，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回到家后给我发消息报平安，我看着他满眼关切，没有一丝作假，甚至在我点头后，他还1步3回头地看我，好像很不放心。这样子，谁能说他对我的爱是假的呢？可他让柳福月怀了孩子，我深吸了一口气，心口迟迟地闷痛起来。我并没有走，在蟹粉酥对面找了一家奶茶店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霍江离。我的位置分明很明显，但他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我。他一直在垂着头给柳福月发消息，时不时地把手机放到耳边。不知道柳福月说了什么，他痴痴地笑起来，像是热恋中的少年。旁边的人问他是不是来给女朋友买蟹粉酥，他满脸笑意，骄傲地大声回答：不是女朋友，我老婆怀孕了，就想吃这家的蟹粉酥。她们怀孕的女孩子嘛，就是很难伺候。后面句分明是抱怨的话，他说着也满是宠溺。旁边的人都羡慕地跟他开玩笑，我看着只觉得眼眶刺痛。买了蟹粉酥后，我又跟着他
看他进了公司对面的一个小区，柳福月从保安亭里跑出来，笑着扑进他的怀里，看到他手里的蟹粉酥，高兴地接过来，然后在他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唇印。我默然地看着，纵使早就有所准备，心口也如同落下一记重锤。我的视线逐渐模糊，却在这时又听见了另外一道熟悉的声音：“他非要在这儿等你。”我怎么说都不听。喂，霍江离，我把阿月交给你了，如果你以后对他不好，我肯定会把他夺回来的。是我这个时候本该在学校上课的弟弟慕寒舟。我有些恍惚，记起来一些以前的事。当初爸妈离开的时候，他还在上小学，在爸妈的灵堂上，他哭着扑进我怀里，哽咽着说：“姐姐，我以后只有你了。”我抱住他，心想，我以后也只有他了。后来我被柳福月欺辱，我害怕他担心，他每次和我打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都只报喜不报忧。再后来，我遇见霍江离，霍江离将当初柳福月对我做的事公之于众，他知道时眼睛都哭肿了，找了把刀死犟着要去跟柳福月拼命。还是霍江离把他劝下来，说不要做让我担心的事。他放下刀，大哭着用力抱着我。他说：“姐，都是我对不起你，我以后一定会让柳福月付出代价。”现在想起来，少年嘶哑的哭声还犹在耳边。结果，我看着不远处那3个人其乐融融的场景，原来这就是他给柳福月的代价。他慢慢的长大，我知道他一定会遇见他喜欢的人。但是我怎么都想不通，他怎么会喜欢上柳福月？曾经他因为我那样恨、那样厌恶的柳福月，我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回到家后，我联系了表姐，请求她加快帮我起诉离婚的进程。她问我怎么会突然这么着急，我顿了顿，小声跟她说了今天看到的事，她也听愣住了，反应过来之后，声音突然加大：“他丫的，慕寒舟是不是疯了？他忘了当初柳福月是怎么对待你的，你真是白把他养这么大，他丫的白眼儿狼一个！”我苦笑一声，听他骂完后才挂断了电话。我准备自己做饭，但这会儿手机却突然响了，是快递打来的，说我有快递到了，快递的寄件人是柳福月，里面是一支录音笔。我按下按钮，飘出了慕寒舟不耐烦的声音：“霍江离，你是不是男人？阿月都已经怀孕了，你难道要让孩子生下来就当私生子吗？你怎么能这么对她？”接着是柳福月的声音，有些哽咽，像是委屈极了。“寒舟，你别这么说，你姐夫有自己的想法的。”霍江离则无奈道：“谁说我要让孩子做私生子？”他叹了口气：“我已经想好了，寒舟，等阿月肚子再大一点，就由你出面跟你姐说，你姐姐最疼你了，在她面前，你一定要哭得情真意切，她最心酸，一定会让我和阿月在一起的。”听完，我的手机响了一声，弹出了一个好友申请，是柳福月。一看到他的头像，我就又回想起了当初他霸凌我的那段时间，手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但可能人就是犯贱，我还是点了通过。几乎是下一瞬，他就发来了一段话：“录音听完了，现在知道了吧？慕昭，你就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我。嗨呀，昭昭，你真是惨呢！你说你弟弟和霍江离爱上谁不好，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了我这个让你喝过厕所水的人呢？”哐当，我身体发着抖，猛地把手机砸到墙角，蹲下来缩成一团。当初被霸凌的画面不断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我声若蚊蝇的恳求：“不要，不要！”过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都是我的幻觉。我呆呆地坐在地上很久，才低低地苦笑了一声。他们何苦绕这么大的圈子？半个月后，我就要离开了。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当初在练习生时期教我演戏的那个老师的死讯。他是个很好的老师，是当初知道柳福月霸凌我的所有人中，唯一一个向我施以援手的人。就因为帮了我，他还被柳福月疯狂报复，以至于没过2年就匆匆退圈。他对我恩重如山，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前去吊唁。霍江离知道了这件事，竟也提出要陪我一起去。
我似有似无地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老师生前也很喜欢他，他最后去送老师一程也是应该的。没想到柳福月竟然也找来了。老师的儿子挡在我面前，恶狠狠地盯着他：“你来做什么？这里不欢迎你。”我冷漠地看着他，霍江离则眉心一跳，跟着故作凶狠道：“我早就警告过你，让你不要再出现在昭昭面前。”柳福月不慌不忙地给了他一个暧昧的眼神，转头对着我说：“我怎么就不能来了？老师不仅是木昭的老师，当初在当练习生的时候，他也教过我表演的呀。”老师的儿子冷笑一声：“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妈怎么会突然宣布退圈，直到现在郁郁而终？柳福月，你哪里来的脸出现在这里？”这时，慕寒舟竟然也慌里慌张地赶过来，对上我的眼神，心虚的马上把视线移开。姐，霍江离则挡住我的视线，给了他一个眼神：“快把他拖出去。”慕寒舟瞬间懂了他的意思，动作轻柔地抱着柳福月出去了。霍江离匆忙跟我说有事，就跟着追了出去。我看得想笑，又叹了口气，给老师上了炷香。老师的儿子担忧地看我，欲言又止：“昭昭姐。”我摇了摇头，低声说：“没事，只是没想到他们3个人并没有走，还在隔壁的房间里。他们稳作一团，没一会儿，不可描述的声音就遍布了整个房间，我快恶心吐了。这时老师的灵堂，他们怎么能在这里做那种事？我忍不了了，冲了进去。你们在做什么？”我眼睛猩红地盯着他们，一字一顿地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你们有没有廉耻？这是在灵堂，这是畜生才做得出来的事。”霍江离和慕寒舟被吓了一大跳，反应过来后，脸色难看的同时出声：“姐，昭昭。”而柳福月则朝着我露出一个笑，不慌不忙地端起水杯。曾经他端着水杯，将滚烫的开水泼在我身上的场景骤然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我脸色瞬间苍白，下意识抬手躲闪。柳福月得意地笑，仿若无辜地问我：“昭昭怎么了？”这时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我们这儿的动静，老师的儿子看到，第一时间挡在我身前：“昭昭姐。”他愤怒地盯着柳福月：“你怎么好意思？当初柳福月霸凌我的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来吊唁的不少人都曾听说过。”对着他指指点点。而这时霍江离和慕寒舟却毫不犹豫地挡在他面前。霍江离脸色更加难看地看我：“慕昭，你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吗？”慕寒舟也道：“姐，当初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装成这副样子，非要让阿月下不来台吗？”他们的声音透过厚重的耳鸣落入我的耳朵里，我颤抖着想要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的身体忘不了当初柳福月做的那些事。”可是我动不了，说不出一句话。最后霍江离带着他们离开之前，失望地跟我说：“慕昭，你这几年被我养在家里，竟然反而越来越恶毒了。”老师的儿子把我送回了家。可能是霍江离也察觉到自己白天的时候对我说的话实在太过分，晚上的时候他回来哄了我。他跟我说对不起，又说慕寒舟也是年纪还小，说的话都是气话。其实我一直是他最爱的姐姐。还有柳福月，他说：“昭昭，他已经为当初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你也不应该一直沉溺在过去的那些事中，应该走出来了。”我看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爱人已经变成了如今这样面目全非的样子。还好，明天我就要离开了，我懒得跟他争辩，他说什么我都应好。他好像觉得已经把我哄好了，凑过来想要亲我，我觉得恶心，淡淡的别开头，随便找了个借口去卧室，把他关在了外面。第二天早上，我听到他在阳台跟慕寒舟打电话，他好像在说想把跟我离婚的事延迟。慕寒舟却很生气：“霍江离，你是不是男人？你能等？阿月的肚子能等吗？”霍江离沉默了2秒，妥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带着阿月过来吧。”他回头看到我，吓了一大跳：“昭昭，你怎么？”我不带笑意的扬唇：“我来叫你吃饭。”霍江离好像很心虚，
过了一会儿，终究是没忍得住。那个昭昭，我抬眸看他，他说：“这些日子我跟柳福月也有些接触，我总感觉之前的事，你们是不是有些误会？我就让人去查了。你猜怎么样？竟然真的是误会！我以前把他逼出娱乐圈嘛，现在想起来还挺愧疚的。刚好他提出想重新出道，我就想帮帮他。我喝了一口牛奶，没怎么犹豫就点了头。好，霍江离好像很惊讶。你怎么？我笑着打断他。你不是说以前都是误会吗？霍江离面露犹豫，欲言又止。我却没有再看他。不出我的预料，他吃完饭接了个电话就出门了。他以为背着我就听不清楚，实际上电话那头柳福月亲昵的喊老公的声音，整个客厅都清晰可见。这样也好，他不在，我好收拾东西离开。下午我到机场的时候，看到了网上的热搜，柳福月柔柔弱弱地对着镜头擦眼泪，一字一句地反驳他曾经霸凌过我的事实。网友当然没这么容易买账，但没多久，我的老公和亲弟弟就出面澄清，他们说是我从4年前就因为压力过大，导致了精神紊乱，经常想象自己被霸凌。他们也是一时相信了我的话，误会了柳福月。现在我的精神问题好转，终于说出当初的真相，他们觉得愧疚，对不起柳福月，这才出面澄清。我看得想笑，当初公开我被霸凌这件事的时候，人证物证都有。现在当初证明柳福月霸凌我的老师已经去世，而作为物证的那些视频和照片，虽然他们已经在网上销毁，但我的粉丝们几乎都人手一份。柳福月身上的霸凌者标签，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洗清？这件事在网上热度很高，霸凌者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更是被骂得体无完肤。而霍江离非要为他作证，更是连带着霍氏集团的风评都受到了影响。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了。我听着机场里播报的航班信息，拖着行李箱走向了等机场。在路过垃圾桶的时候，顺手还把霍江离送的婚戒给扔了进去。往事如烟，那些糟糕的人和事都该被甩在身后。而我拥有万众瞩目的未来。霍江离和慕寒舟带着柳福月上了门，他们一路上都在商量着，到时候在慕昭面前该怎么说。慕寒舟为了逗柳福月高兴，还开玩笑地握着她的手：“你放心，阿月，慕昭那个贱人如果不愿意跟姐夫离婚，我就用命威胁他。”他得意洋洋地说：“自从爸妈车祸去世之后，慕昭就一直把我当成唯一的亲人。当初他在练习生时期活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才坚持下来的。为了我，他肯定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柳福月露出一个淡淡的笑，装模作样的感激道：“谢谢周周。”而霍江离却一直没有开口，他脑海里满是前2天慕昭的模样。他听到他说要为柳福月澄清，他竟然一点都不生气。要知道，他作为他的枕边人，当然知道当初那些事情带给他的伤害有多大。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害怕的整夜不敢睡觉。这样的慕昭，竟然会同意他们为柳福月澄清。还有他看他的眼神，那样平静，好像跟看陌生人一样，就像他对他已经没有分毫爱意。霍江离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来不及等他想太多，柳福月就轻轻地靠在了他的身上。老公，要是一会儿昭昭不愿意怎么办呢？他那么爱你。几乎是瞬间，霍江离就冷静下来。阿月说的对，慕昭太爱他了，没有人比慕昭更爱他，他就是慕昭的救赎。慕昭根本离不开他，他只需要考虑慕昭离不开他该怎么办，又何必要杞人忧天的想慕昭不爱他？这么想着，他又镇定下来，温柔地安抚怀里的柳福月：“不用担心，他不愿意，我也会让他愿意。他作为当初把慕昭从泥潭里拉出来的那个人，再了解慕昭不过了。如果他不愿意跟他离婚，他就威胁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这样他肯定会崩溃的。不过他想，以慕昭的性格，估计会在伤心绝望之后委屈地接受他的安排，到那个时候，他再对他好一点就是了。
他想要什么，他都会给他。他们商量好了细节，一路到了别墅门口。但打开门之后，霍江离却愣了愣，太安静了。他心里再次浮现出了那个不好的预感，匆忙走进去。昭昭，昭昭，我回来了。慕寒舟狐疑地看他，你不是说慕昭这几天都在家的吗？他人呢？霍江离来不及解释，直奔进了他们的卧室。果然，里面所有属于慕昭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昭昭，他呆在原地，脑海里一片空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是邮箱里接收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这一瞬间，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过了好一阵才确认不是自己看错了，确实是离婚协议书，而且还是慕昭已经签好字的。怪不得他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那天晚上慕昭看他冷漠的眼神，原来慕昭已经想好了要跟他离婚。慕寒舟凑上来看了一眼，喜不自胜，真好，姐夫，不用我们费功夫了，慕昭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霍江离完全听不进去任何话，急匆匆给发邮件给他的那个人发消息：你是谁？慕昭人呢？对面很快回复他，还好意思问？去你妈的，够草的玩意儿！霍江离，你出轨谁不好，偏偏找上柳福月那个贱人。他反应过来了，对面的人是慕昭当律师的那个表姐。这么说的话，慕昭是早就知道他和柳福月的事了。他什么时候知道的？又知道多少？霍江离想不明白，他只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柳福月察觉到不对，想扑进他怀里，老公，但下一瞬，霍江离就猛地哆嗦一下躲开了。他眼神格外陌生地看着柳福月，老公，你叫谁老公？我跟你没关系，我是慕昭的老公。柳福月怔住，反应过来之后，一脸委屈的想要去拉他的手，但霍江离一下子就甩开了，还推了他一把。啊！柳福月顺着楼梯滚下去，一阵凄惨的痛呼后，蜿蜒的血色从她的裙底流下来，疼，好疼！慕寒舟被吓了一大跳，连忙去扶她。阿月，你怎么样？他气急攻心地吼霍江离：你干什么？慕昭那个贱人走就走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阿月？霍江离怔怔地看着他，恍若大梦初醒。昭昭是你姐姐，你怎么能为了柳福月这么说昭昭？慕寒舟面露嘲讽：你现在又在装什么？慕昭走了，又想起他的好了，也不知道是谁脱了裤子和阿月睡的觉。霍江离只觉得脑袋好像被重重捶了一下，他觉得一阵恐慌。他愤恨地瞪着面前的这两个人：滚，都给我滚！要不是因为他们，他怎么会出轨？他的昭昭怎么会离开？慕寒舟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疯，但眼看着柳福月疼得快要晕厥过去，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匆忙把柳福月送去医院。霍江离一直在找慕昭，但是他应该是铁了心的要离开，飞往国外的飞机都转了好几趟。以霍氏的能力，在国内还好找，但到了国外，他就是有心无力。慕昭走了，他找不到慕昭了。他浑浑噩噩地回到家，这里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这些日子，他老是跟柳福月待在一起，他的家都好像不是他的家了。慕昭是真的狠心，他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这个家再找不到一点他的影子。霍江离感觉到滚烫的泪水落在皮肤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哭。他的昭昭不见了。走到书房，他骤然回神的时候，竟然看到了昭昭唯一留下的东西，是一个木盒子，很好看。昭昭曾经说过要把有意义的东西都装在里面，当时他还笑他，说他是小仓鼠囤食物。霍江离手指颤抖着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支录音笔。他想到了什么，哭得更凶。一打开开关，果然飘出了他熟悉的声音：在你姐姐面前，一定要哭得情真意切。她最心软，一定会让我和阿月在一起的。是他和慕寒舟。而刚好这时，电脑上响起了消息通知铃声。他怔怔地点开，竟然是慕昭和柳福月的对话框。柳福月说：慕昭，你真该死啊！可惜就算没了这个孩子，你也永远抢不过我。往上滑，
柳福月还问他，热水浇在身上舒不舒服？厕所里的脏水好不好喝？霍江离再次怔住，他匆忙点开搜索页面，有不少木昭的粉丝看不过去柳福月复出，发出了曾经他被欺凌的视频。霍江离颤抖着点开，里面是木昭被堵在墙角，身上的衣服被撕扯开，露出来的皮肤上全是各种各样的伤痕。他的眼里都是泪水，好像在恳求面前的人别再为难他。但背景音里，柳福月的声音却带着笑：“真骚，你那些粉丝就是喜欢这样的你吗？”他笑声里发着狠，把点燃的香烟抵在木昭的皮肤上，看着他疼得青筋冒起，脸色煞白。他终于高兴地笑开。疯子，就是这样的女人，他就是为了这样的女人，要逼着木昭跟他离婚，把木昭逼走，都是柳福月。霍江离猛地冲到了医院。慕寒舟正在给床上的柳福月喂饭，后者看到他，眼里骤然绽放开光芒。老公，慕寒舟也嘲讽道：“你还知道来看看阿月，孩子都已经……”然而霍江离却恍若未闻，直接把床上的女人拽下来，一脚踹在她的肚子上。当初你就是这么对昭昭的吗？柳福月疼的身体都蜷缩起来。你在说什么？霍江离又给了他好几巴掌，扇得他脸颊通红。他眼神发狠：“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昭昭的！”柳福月尖叫着：“我没有，我没有！”慕寒舟心疼极了，连忙去拽他。霍江离却也给了他一脚。畜生！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你是昭昭一手带大的，昭昭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你自己去看看，昭昭当初有多疼。慕寒舟猛了猛，拿出手机一搜，里面全都是木昭当初被霸凌的视频，其中有一个，木昭说要报警，柳福月却用他威胁木昭，说如果报警就会弄死他。他彻底愣住了。不是说是误会吗？霍江离冷笑一声。柳福月见状不对，连忙跪在他们脚边，扯他们的裤脚。不是，这些都不是真的。但霍江离已经失去了听他说话的耐心，他直接把柳福月拽起来，又给了几个耳光之后，拖出了医院。柳福月尖叫着：“你要做什么？这是违法的！”霍江离笑笑，默然道：“你也知道这是违法的。当初你是怎么对待昭昭的，我必定一样一样的。还回来！”柳福月吓得看慕寒舟，想让他为自己说话，但慕寒舟满脸复杂，竟然也没有动。来国1周后，同事艾丽一脸复杂的让我看网上的新闻，不知道为什么，霍江离和慕寒舟竟然又开了直播，说1周前他们为柳福月说话都是鬼迷心窍，柳福月这样的贱人就该去死。最后，他们跪在镜头面前痛哭流涕：“昭昭姐姐，都是我们错了，我们会让柳福月付出代价。你回来吧。”艾丽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他指的是柳福月曾霸凌我的事。我默了默，释然地点头：“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我跟他们已经没有半分关系。”可怜的昭昭，艾丽眼眶通红地把我抱进怀里，用生疏的汉语安慰：“我们要红遍世界，让他们嫉妒。”我莞尔，重重点头。在这里，我的同事和经纪人都很好，他们得知了我曾经的遭遇，都很同情我，陪着我看最好的心理医生。这个集训的机会也十分难得，我很珍惜，也很努力。没过2年就冲进好莱坞，拿到了世界级影后的奖项。我不再是曾经被柳福月踩在脚底，逼着喝厕所水的木昭，这样就很好。直到第4年的时候，我去雪山拍广告，从保姆车上下来的时候，有个肮脏狼狈的女乞丐朝着我扑过来，她声音很哑，哭着求我帮帮我，求你，求你木昭，我错了，我错了，你让她放过我。但没一会儿，她就被人带了回去。那个人解释说，这是我家夫人，前几年得了精神病，就喜欢乱跑。我没多留意，只是好像在人群中看到了霍江离的身影。过了很久，我才想起来，那个女乞丐好像是柳福月。后来我听说，霍江离把她关了起来，每天折磨她，
几乎把他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伤害都还了回去。有次柳福月跑出来报了警，霍江离因为非法拘禁被关了局子，而被折磨已久的柳福月虽然恢复了自由，却早已经疯了，没多久就失去了踪迹。至于我曾经百般呵护的弟弟穆寒舟，他从小到大我都尽力给他最好的。我离开后，他没有本事给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因为他曾经伤害过我。霍江离也报复了他，引诱他去高利贷，现在正像只老鼠一样四处躲，生怕被高利贷的人发现。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我看着大屏幕上我的海报，莞尔一笑。现在我前程似锦，万里鹏程。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和朋友在游乐场排队时，听到旁边的游客嘲讽道：“果然啊，有钱人在哪都是大爷。看那个被他爸爸抱在怀里的小男孩，小小年纪，看着咱们的目光，已经像是在看一群蝼蚁。”我好奇地看过去时，正好和夏小宝对上视线，而抱着他的男人背影，我熟悉极了。是那个每次央求他陪我来游乐场，都只会用一句无聊打发我。昨天还发消息说自己正在国外出差的老公，气温再低也抵挡不住国人骨子里爱凑热闹的本性。和周牧在游乐场排队时，他没话找话，以此活跃我们被冻得有些麻木的神经。你老公如果知道你跟一个帅哥单独来游乐场，他会不会吃醋生气？原地蹦了几下，探头看了眼前面望不到头的队伍，我没好气道：“信不信？我就算跟你跑了，他连表情都不会变一下。”恰巧这时，排在我前面的妹子和朋友大声抱怨，掩盖了周牧接下来说的话。好无语，你看那一家三口，真是哪都有特权。果然啊，有钱人在哪都是大爷。看那个被他爸爸抱在怀里的小男孩，小小年纪，看着咱们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群蝼蚁。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没想到我会和一张很熟悉的小脸对上视线。夏小宝看到我的时候，表情惊讶了一瞬，紧接着他弯腰探头和旁边的女人说了句什么。打扮得精致漂亮的夏小暖回头看了我一眼，挑衅似的挽上了抱着夏小宝的男人胳膊，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我们排了1个多小时，队伍还未过半的游玩项目。下意识想掏出手机给裴景妍打个电话，想问问正在国外出差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会来这个在他口中浪费时间、无聊透顶的游乐场，还和别的女人一起。但手心被手机边缘硌得生疼，我也没拨出这个电话，因为想都能想到裴景妍听到这些问题后会是什么反应。她只会怪我无理取闹，和孩子争宠，幼稚。见我半天不说话，周牧往下压了压我的帽子，发什么呆？冻傻了？我看见裴景妍了。我小声回道。周牧挑了挑眉，轻弹了下我的脑门，差不多得了，不就是1个礼拜没见，你就这么想他？他那高冷总裁范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肯定是你看错了。苦笑一下，我也想当自己是认错了。可裴景妍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我设计的，哪怕离得很远，我也看到了她衣领后那片被我亲手绣上的暗纹。心情被破坏，虽然一直随着队伍慢慢往前挪动，但我已经没了玩的兴致。刚想找个理由和周牧离开这里，没想到我的身后就传来一道娇柔的声音：“安安，和朋友来玩啊，刚刚没看见你，不然怎么也得带你一起进去。”默默翻了个白眼，一回头，我和裴景妍对上视线，他一点心虚都没有，只在确认真的是我后，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哟，这不是裴总吗？没听说您有儿子啊？旁边这大姐看起来也不像您妻子，怎么带员工来游乐场玩？是你们公司的福利？”周牧的嘴一向很毒，见因为他的话，脸色变得有些扭曲的夏小暖，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当众让女性下不来台。周少，你们周家的家教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周牧最讨厌别人把周家和他扯上关系，但我也知道，真和裴景妍对上，
周牧绝对落不下好，一把抓住周牧的胳膊。我笑着说道：“不打扰你们一家三口，我和朋友还有事，先走了。干什么拉着我走？就让那女的骑在你脸上欺负，都走出去好远了。”周牧还骂骂咧咧个不停。我有些无奈，但也谢谢他，让我的心情只来得及复杂几秒。不然怎么办？看你和裴景言打一架，你那几个小店不想开了，提到没靠家里，自己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产业。周牧的理智回来了，我就是见不得你这么受气。凭什么呀？你可是裴景言明媒正娶的老婆，那个小三怎么敢这么耀武扬威的？下意识扬了扬嘴角，发现并不能挤出笑意时，我又把嘴角慢慢放下。我也不想这样的。在这之前，虽然我知道裴景言不喜欢我，还对我很冷漠，但至少他从未骗过我。可是刚刚看到他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熟练地陪着夏小暖母子游玩的场景，那个被我小心翼翼维护着的假象，还是裂了。不说他了，听说这里的餐厅推出了新套餐，咱们去尝尝吧。话题转移的生硬，但周牧看出我心情不好，顺着说起上次来这里吃到了什么很好吃。对不起，这个套餐只剩一份了。您二位，本以为主动避让就不会再碰到那3个人，没想到我们又在餐厅碰见了。我还和夏小暖选中了同一款套餐，夏小宝和裴景言不在，夏小暖也没了平时在裴景言面前娇弱的样子，开口道：“给我吧，我儿子就想吃这个。”嗤笑一声，我看都没看夏小暖一眼。你们餐厅没规定套餐只能卖给有小孩子的家庭吧？而且先来后到，是我先站在这里的。餐厅服务员为难地看着夏小暖，这位女士，确实是您旁边这位女士先来的。您看，她只是比我快一步站在这里而已，但是我先开口要的，所以那一份理应给我。看来有裴景言撑腰，底气是不一样。这么不要脸的话，夏小暖也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怎么了？正要开口嘲讽，裴景言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我亲眼看着夏小暖的表情一秒变换，从理直气壮变得渲然欲泣起来，连服务员都被他的变脸速度震撼到，微微张开了嘴。阿言，小宝想吃这个套餐，但是就剩一份了。安安听到我要这个，非说是他先来的，让我不要跟他抢。别的不说，我是真佩服夏小暖说话的水平。同样一件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就算觉得哪里不对，你也很难在第一时间挑出理。但和他打交道多了，我也学会一招：不搭理，不搭理，当没听见，按我自己的想法做就好。是我先来的，而且钱我已经扫过去了。出餐吧。服务员动作很快，听到钱到账的声音，立马开始操作。你再要份别的吧，算我账上，这份给小宝。裴景言站到我边上，说话时表情一点未变，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可是再开口，就听到自己带着哭腔的声音。我暗骂自己没出息，凭什么？老公让出去了，现在连一份饭也要我让，我欠他们的。端着饭找到周牧时，我还有些恍神，其实我已经做好了裴景言强硬让我把套餐让出去的准备，但不知是他看到我因为一份饭流了泪太过无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没再说什么。哪怕夏小暖在后面不甘地叫了好几声阿言，他也没什么反应，不想让周牧看出异样。我强打起精神吃完这顿饭。饭后，周牧见我实在提不起兴致，主动开口：“店里急着找我，要不咱们今天先回去，过几天我再陪你来。”周牧让我站在门口等着，他去把车开过来。等待的过程里，我的手机响了，是裴景言打来的。在哪？他跟我说话永远言简意赅，好像多说一个字对于他来说都是浪费生命。有事吗？如果是以前，我可能就乖乖告诉他了，但今天我莫名不想再忍耐，说话时语气很冷。本以为裴景言会直接挂断，没想到他又继续道：“在哪？我去找你。”
裴景言拿出了平时面对员工时的气势，位置脱口而出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再次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没长进。没一会儿功夫，熟悉的车停在我面前，上车。裴景言只是降下一半副驾的车窗，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命令道：“有了心理建设。”我在拒绝时，语气坚定了几分：“不用了，周末会送我回去。”闻言，裴景言终于看了我一眼。店里的事够他焦头烂额好几天了，他可能没有心情送你。本以为周木说店里有事，是看出我不想再待在这里，随口说的借口，没想到确有其事，好像还和裴景言有关系。你做了什么？男人蹙起眉，不耐烦道：“再不上车，我就让他那几个小破店关门。游乐场离市区有不短的距离。”上车给周木发了条消息后，我就一直靠在车窗上闭眼休息。我是临时决定回来的。暖暖说小宝嚷着要去游乐场玩，他一个人搞不定，我才会陪着一起，不是故意骗你。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睁开眼，看到裴景言正通过后视镜看着我，我才确定刚刚那话确实是他说的。哦，如果是以前听到他主动给我解释，我肯定很高兴，不管他做了什么，我都会当没发生过，继续把一颗真心捧到他面前。但是现在，我突然觉得很累，看到我的反应，裴景言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我避开了他的视线，看向窗外。如果让裴景言公司里的人看到他开车，而我坐在后面，肯定会惊掉下巴。但裴景言，或者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毕竟从夏小暖回来，他的副驾就成了夏小暖的专属。刚开始我还不服气，但夏小暖在裴景言面前掉了几次眼泪后，裴景言就不让我坐副驾了。他说：“暖暖晕车，懂事一点，你别什么都跟他抢。”可明明晕车的人是我，每一次坐在后面，我都会难受很久，甚至吃不下饭。裴景言直接带我回了裴家老宅。想了想时间，今天确实是要回来吃饭的日子，怪不得他会设下那对母子，单独带我离开。婆婆一看到裴景言，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开心地摸着他的脸。看到我后，却又立马就变了表情。你是怎么当人老婆的？孩子生不出来也就算了，连老公都照顾不好。看看我们景言，和你结婚后瘦了多少？我垂下视线，沉默不语。每一次来老宅，这些都是固定项目。一开始我还会为自己辩解，但时间一长，发现沉默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后，来这里我就极少开口。果然，又说了我几句，发现我没什么反应。婆婆无趣地撇了撇嘴，是只不会下蛋的鸡也就算了，居然还是个锯了嘴的葫芦。我们景言真是倒了8辈子霉，娶了你这么个东西。晕车加上气愤，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气闷到快要晕过去，感觉到身上一瞬间冒出冷汗。我默默调整呼吸，妈，我饿了，赶紧吃饭吧。听到裴景言的话，婆婆的注意力终于从我身上移开，我也悄悄吐出口浊气，实在没有胃口，只是吃了点用来解腻的小菜，我就放下了筷子。当自己是千金小姐，还得保持身材呢，吃那么点东西，传出去再说我们裴家虐待你。婆婆是得理不饶人的性子，再加上她一直怪我爸去世前用她和裴父年轻时的戏言逼裴景言娶我，所以一旦被她找到由头，不把我说哭不算完。这一天实在太过漫长，比起再听到难听的话，我宁愿吃些东西堵住婆婆的嘴。机械地往嘴里塞了好几口菜，我艰难地嚼着，正要咽下去时，突然一阵反胃，我赶紧跑到卫生间，吐了好半天。过了很久，我才从卫生间出来，没想到裴景言正靠在门口的墙边。妈以为你怀孕，已经把医生喊来了。一会儿他说什么你听着就行，别和他顶嘴。这就是裴景言，他一直都知道我嫁给他之后过的是什么日子。但他除了让我忍让外，从不会为我说话。医生说我就是因为着凉肠胃不适后，婆婆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等医生离开，
他抬手抓起旁边的杯子向我砸来，没用的东西，真应该让景言跟你离婚。砰！他的话伴随着杯子砸在我额头，又碎裂在地上的声音落下，实在忍不住，我的泪和血一起流了出来。哭什么哭？你还有脸哭？一个女人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要你有什么用？见婆婆还想动手，在一旁不为松动的男人伸手拦了一下，可我丝毫不领情，终于说出憋在心里许久的话：您不知道吧？您已经有孙子了，叫夏小宝，被您儿子当眼珠子疼呢。向安，你发什么疯？在我面前除了蹙眉，再没有过第二个表情的裴景言满脸怒气，但我当没看见，继续开口道：2年了，裴家和我爸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裴景言，咱们离婚吧。这个裴夫人，我不想再当了。年少时爱慕的对象，有一天成为了自己的丈夫，是该兴奋还是激动？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没有，或者说，我高兴的时间加起来甚至都不到1个月。妈妈在生我时就因为难产离世，我爸一个大男人带着我从镇上来到城里，就为给我博一个好生活。我爸很聪明，从饭店帮厨做起，一点点攒钱，开了个专卖早餐的小门面。我3岁那年，我爸在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捡到受伤昏迷的裴景言爸爸，我爸把他带回家，处理伤口，给他喂饭。那几年治安不太好，裴父的伤一看就知道是人为，但我爸却把他留在家里，直到伤彻底好，才让人离开。本以为只是一次萍水相逢的善意帮助，没想到1个多月以后，裴父又来到我们小小的房子里，一来二去的，他和我爸成了拜把子兄弟。我爸也在他的指导下，把店越开越大，后面又听从裴父的建议，开了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0岁那年，裴父在一次醉酒后和我爸说，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大1岁，等我们长大了，就让我嫁到他家去。我和我爸都没当回事，因为就算我们的生活好了，和裴家也没法比。但是2年前，我爸因为车祸被送进医院，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们家的好生活都是靠我爸暗地里帮裴父做事换来的。我爸受伤也是因为抢占对家市场而遭到的报复，平静的生活就这么被打破。我爸进了几次 ICU， 慌乱无措之际，裴父带着裴景言出现在医院。裴父进病房，单独和我爸谈了许久，等他出来，只说了一句：景言，你跟安安从小就认识，安安是个好姑娘，知根知底，明天你们就去把证领了，以后她就是你的妻子。我很惊讶，而裴景言很气愤，但不知裴父跟他说了什么。第2天，裴景言如约来到医院，他先进去看了我爸一眼，然后就带着我去了民政局。我们就这样成为了一对有名无实的合法夫妻。领证当天，看到我和裴景言的结婚证后没多久，我爸就咽了气。从那以后，我没了亲人，但多了一个丈夫。我说完那句话后，婆婆立刻让裴景言第2天就和我离婚。裴景言没表态，只是说先送我去医院处理伤口，一直到回家，我和裴景言都没说一句话，找齐所有离婚需要的证件放到茶几上，准备睡觉时，我被裴景言喊住：你爸当时是说让我护你2年，但是你确定吗？一旦离了婚，之前你爸得罪过的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闻言，我直接笑了。我爸是为了谁得罪那些人的？你不会不清楚吧？我爸去世时，我大学都没毕业，我被迫在一夕之间长大，惶惶不可终日。可能是碍于从小认识的交情，结婚后，裴景言把我带回他常住的房子里，帮我处理我爸的后事，还在我彻夜难眠时，坐在卧室的小沙发上陪了我1夜又1夜。我知道他不满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娶我，但是那几天，我真的以为我们会好好过下去，直到夏小暖离婚回国。昨晚我说完那句话后，等了半天，见裴景言一直不吭声，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第2天一早，看到裴景言换了身衣服坐在餐桌前，我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吃完早饭就去民政局吧。
还有这份协议，你看一眼，没有问题就签上你的名字。一夜的功夫，裴景言不仅同意和我离婚，还让律师拟好了协议。看着文件最上方的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我有些恍然。昨天之前，虽然在觉得委屈的时候，脑海里偶尔会出现要不然就离婚吧的念头，但我从未下定过决心，也没想过离婚后我一个人的日子要怎么过。可是昨天，我不仅看到了裴景言鲜活的给别的孩子当爸的画面，还再一次感受到了他对我和夏小暖本质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在婆婆骂我时为我说过一句话。我爸还在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苦过累过，但我爸从未让我受过委屈。后面经济条件好了，我爸更是一次次拒绝别人送到他面前的女人，就怕他再找的老婆会对我不利。可是他不在了，没人宠着我了。虽然我的人身安全在裴景言的保护下有保障，但我过得一点都不快乐。能坚持2年，前面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裴景言，后面单纯是因为我有些不甘心。裴景言在我面前虽然寡言，但他会静静听我说话。在我时不时提起让他陪我去游乐场时，他偶尔会说无聊，但更多的是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时间。虽然遗憾，但我一直相信他的话，他可能就是对游乐场不感兴趣。我应该懂事一点，不该强迫他，但我对游乐场是有执念的。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爸一个人带我不容易，所以我只能看着别的小朋友在爸妈的陪同下去游乐场肆意玩耍。长大一点，我爸工作太忙，他会给我很多钱，但是少了很多陪伴我的时间。我也一个人去游乐场玩过，但是看到那些和爸妈一起去玩的小朋友，我总会觉得自己有些可怜。所以这些年，每一次我想去游乐场了，都是喊朋友一起。结婚后，周末基本就成了我的固定游乐场搭子。直到昨天，我看到裴景言抱着夏小宝走在夏小暖身旁的背影，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像一家3口，而我就像一个不相干的人。其实我对财产分割没什么想法，我爸走后，他留给我一大笔钱，在裴家的这2年，我也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看到协议上裴景言分给我的东西，我有些不敢相信。你确定吗？分这么多给我，不止裴氏10%的股份，裴景言还给了我2套房，不少股票和现金，全部折算下来，哪怕没有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够我衣食无忧的过完这辈子。拿着吧，就当裴家给你爸的补偿。裴景言说这话时，依旧没什么表情。我扯了扯嘴角，不再犹豫，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裴景言可能急于和我撇清关系，我们不用等冷静期，进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离婚证。在民政局门口，走在前面的裴景言回头看我，去哪？用不用我送你？我没拒绝，提前问了周木今天待在哪家店，让裴景言送我过去。下车时，我转头喊住准备离开的裴景言，咱们都没关系了，以后就别再为难我的朋友，他是无辜的。裴景言半晌没说话，他深深看了我一眼，开着车驶离。我说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离婚虽然办得利索，看起来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不快，但其实这2年，我因为夏小暖和他儿子和裴景言闹过几次，每一次裴景言都会插手我某位朋友的工作和生活，逼着我妥协。比如说，夏小暖刚回来的时候，就带着他儿子在我面前耀武扬威。那时我对裴景言和我们未来的婚姻生活还有期待，所以我无法忍受，差点闹到裴母那里。裴景言不是一个善于处理纠纷的人，见语言无法安抚我，他说出几个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名字。我跟暖暖的关系，1句2句说不清，也没有跟你解释的必要。你只要记住，如果不想让你这些朋友因为你出什么事，就管好自己的嘴，别让我妈知道有关暖暖的任何事。刚开始我还不信邪，直到那天我刚走到裴家老宅门口，就接到其中一个朋友的电话，
他哭着跟我说自己突然被公司辞退，打听过后，居然听到跟裴氏有关，问我是不是和裴景言闹了矛盾。我从来没见过做事这么恶心的人。从那之后，我歇了在裴母面前告状的心思，而夏小暖直接登堂入室。要不是我和裴景言住的房子装修他不喜欢，可能我都得被他赶出家门。也是在那次之后，我有几个朋友察觉出什么，慢慢淡出了我的生活。2年过去，还留在我身边的也就剩一个周牧了。说起来真是可悲。昨天在裴家说出夏小暖的名字时，有那么一瞬，我是想跟裴景言鱼死网破。那一刻，我的恨意达到了顶点。我想着，都被欺负成这样了，我凭什么不能说出裴景言不想让裴母知道的真相？裴景言如果想因此找周牧的麻烦，那我就和他拼命，谁都别想好过。但一切太顺了，裴景言并没有因为我说出夏小暖的事找我麻烦，他还那么轻易就答应了和我离婚。周牧忙完手边的事，给我端过来一杯鲜橙汁。怎么这个时候过来？我刚刚好像看到裴景言的车子了。你们关系缓和了？摇摇头。我把昨天去裴家老宅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被裴母砸破的额头，因为背头发挡着，所以看不太出来受伤。周牧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发现被纱布包裹的地方不大，愤愤开口：马德，裴家真是仗势欺人，你早就该和裴景言离了。看看你这些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我看着都憋屈，看到最后的朋友真心的为我抱不平，我的心情缓和了不少。虽然因为离婚得到不小一笔钱，但我也得找点事做，才能让日子过得不那么无趣。小的时候条件不好，穿衣服不太讲究，这也就导致了家里有钱后，我喜欢上给自己设计衣服。一来二去的，大学我也学的服装设计。如果不是早早嫁给裴景言，没准现在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说起这个，我又想起结婚那2年，裴景言穿着我做的衣服参加各种重要场合的身影。因为裴家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本就受人瞩目，所以看到他身上看不出牌子的衣服，总会有人以此为突破口和裴景言搭话。他也并不觉得穿着名不经传的我做的衣服有什么丢人，会简洁明了地告诉别人，这是我太太亲手做的。和周牧说起自己的打算时，我又想到当初在网上看到这段视频时自己的反应。那时我是开心的，虽然有夏小暖的存在，但裴景言偶尔的做法总让我误以为他对我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想做就去做。之前裴家那老太太只想让你待在家里生孩子，现在好了，你终于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周牧的话让我脱离回忆。是啊，我终于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那些已经淡去的时光，就让它停留在那里。裴景言给我的2套房子，被我委托给中介卖了。在周牧的强烈要求下，我买了他楼上那套房子，和他成了邻居。周牧做生意很有想法，对于我想创办自己的品牌，他给了我不少建议。为了梦想忙碌时，我根本没有心思关注外界都发生了什么。直到这天，周牧欲言又止地把手机递给我，看到屏幕上裴氏总裁结婚2年后举办婚礼的标题，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直到我看到文章里的内容，才觉得有些无语。裴景言这是什么意思？他要和那女的结婚，为什么不说自己是2婚？我和裴景言只领了证，并没有办婚礼，所以外界只知道裴景言结婚了，却不知道他的妻子究竟是什么模样。看了眼时间，我才意识到距离我和他离婚已经过了2个月。把手机还给周牧，我淡淡道：可能是怕影响公司股价吧，管他呢，跟咱们也没关系。见我真的不在意，周牧顺势转移话题，开始跟我讨论起实体店选址的细节。最后在我们多番考察下，还是决定把店面选在周牧其中一家咖啡店对面，离得近，咱俩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周牧是我高中同学，他也知道当初我爸突然离世的真相，
所以离婚后，他让我住得离他近一些，连开店也极力建议我和他开在一起。我不再关注裴景言，不代表和他有关的事不会来找我。不知道夏小暖从哪知道我要开店的消息。店面装修时，他突然找上门，让我给裴景言定制一套婚礼上穿的西装。我不知道人怎么可以奇葩成这样。看到夏小暖那张虚伪的脸，我本来就不太开心。听他说明来意，我更是直接气得笑出了声。有病吧？结婚的时候让裴景言穿前妻设计的衣服，你怎么想的？夏小暖脸上的表情也不太好，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还不是你非要出风头，和阿言结婚后不老老实实做裴太太，非要亲手做什么衣服？现在好了，跟阿言关系不错的商业伙伴都来问他结婚礼服是不是妻子亲自设计的。阿言居然承认了，微挑了下眉。我不知道裴景言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但我并不想再和他们扯上关系，所以我直接道：不好意思，我不做男装了，你找别人吧。当初会给裴景言做衣服，一开始只是自己突发奇想，想用这种方式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其实我也没想到他会穿着去那些重要的场合，而他穿过后会回来跟我说有多少人夸他衣服好看，特别。所以从那之后，我闲来无事就给裴景言设计衣服。可以说，结婚2年，他穿出去的一半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全世界独一无二。但都过去了，既然已经没了关系，我自然不可能再为他费心费力，更何况还是为了他和夏小暖的婚礼。许是早就料到我会拒绝，夏小暖并不着急，他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不急不缓道：不瞒你说，今天来找你是阿言默许的，你也知道惹他不开心是什么下场。听说你想做自己的品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帮这个忙，我也不强求，就是你这个店想顺利的开，可就难了。周末来时，看到的就是我一个人坐在尘土飞扬的废墟里发呆的样子。怎么了？有人找你麻烦了？他一直很担心当年害死我爸的人来找我，所以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周牧比我还紧张。没有，刚刚夏小暖来了，开口才发现自己声音有些沙哑。喝了口周牧给我带的咖啡，我把刚刚夏小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这2个人有病吧？都离了婚还这么作践人。你等着，我去帮你教训那女的去。回来，周牧青春期时发现自己喜欢同性，他妈妈早逝，他爸在他妈妈去世的第2个月就娶了一个新老婆，没几个月又生下一个儿子。本来他就不被他爸重视，周牧谈第1个男朋友被家里发现后，他爸嫌丢人，扬言要和他断绝关系。他爸以为这样能逼着周牧改邪归正，没想到周牧骨子很硬，从那之后再也没回过家。周牧这些年吃了不少苦，我和他关系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决定自己创业后，我毫不迟疑地帮过他很多次。这些年我们一直陪在彼此身边，他就像我哥哥一样，比我还接受不了我受委屈。我一直不知道裴景言为什么不想让裴母知道夏小暖的存在，也不清楚为什么瞒了这么久之后，裴母又同意夏小暖和裴景言结婚。夏小暖离开后，我思来想去，还是给裴景言打了通电话。我们既然连离婚都处理得那么平静，那就不该再有牵扯，他也不能再这么欺负人。意料之中的是，电话没打通，裴景言好像把我拉黑了。无法，思来想去后，我还是决定去一趟裴家老宅。既然裴母当初那么看不上我，那他应该也不会答应让自己的儿子再穿着我做的衣服结婚。2个多月没来裴家，总觉得有哪来变了。管家看到我时有些惊讶，他让我坐到会客厅等着，端来一杯茶水后就不见了人影。本以为自己会等很久，没想到不过几分钟就听到裴母的声音：不去筹备婚礼，来我这做什么？听到裴母的声音后回头，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裴家富了3代，裴母嫁给裴父前也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可以说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头。虽然年过50，他却保养得很好。可是，一段日子不见，裴母像是突然老了10多岁，看着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惊讶过后，我才反应过来，裴母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伯母，您是不是搞错了？我和裴景言已经……向安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话，回头看了一眼裴景言。他风尘仆仆的样子让我在短时间内再次感到惊讶。在我印象里，他做什么都是运筹帷幄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他急促呼吸的模样，连衣服领子都没弄好。妈，我和安安要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您先休息，改天我再带她过来。看着裴母脸上带笑的点头说好，我还以为是自己产生了错觉，她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这么友善过。心里的疑问太多，被裴景言带着往外面走时，我识趣的没再说话。你怎么会突然来这里？裴景言把我推到副驾驶上，一脚油门就把车开了出去，坐在他旁边。我觉得浑身不适，不着痕迹的扭了半天，我才回道：打你电话没人接，我想跟你说说你婚礼上礼服的事。什么礼服？见裴景言一脸疑问的样子，我懒得思考他为什么要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把夏小暖去找我，还威胁我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后，裴景言沉默了许久。已经离婚了，我就不会再威胁你什么。暖暖，夏小暖那里你不用管，你想做什么就做吧，没人会打扰你开店。车子进了市区，来找裴景言的目的已经达到，让他把车靠边停下后，我打算直接下车。你不问问我吗？裴景言突然开口，我诧异地回头看了一眼，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后，我摇摇头，跟我没关系的事，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我走了。裴景言没再开口拦我，有了裴景言的保证，店里重新开始装修。凑巧的是，竣工那天是裴景言结婚的日子，一大早，周牧就和我到了店里。我忙着验收，没管周牧看手机一会儿一遍的表情。安安，你想不想听个八卦？验收结束，送装修队离开后，周牧问我，我拿抹布擦着架子上的灰，顺便回道：什么八卦？你要是实在无聊，就来帮我打扫卫生，卫生等会儿再说。我跟你讲，你听了这个，一会儿的午饭都能多吃2口。看了眼表情认真的周牧，微抬了下头，示意他开始讲。今天是裴景言和夏小暖婚礼的日子，去的人不少，连媒体都被邀请了，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新郎和新娘在台上致辞时，裴母突然开口叫停。周牧给我看了个在网上传疯的视频，视频里夏小暖打扮得漂亮极了，夏小宝也穿着小西装站在他和裴景言中间。裴母刚开始说话时，没人在意，直到他喊了句：你是谁？和我儿子结婚的人不是你，拍视频的人应该离他们不远，所以几个人说了什么都听得很清楚。景言，向安呢？你老婆呢？为什么和你办婚礼的人是个陌生女人？还有这个小孩子是谁？一句话引起底下众人的讨论。夏小暖的脸色难看极了，她极力想挤出笑容，但不知为什么看起来很扭曲。夏小宝被裴母指着，吓得哭嚎不止，一个劲往夏小暖身后躲，一不小心踩到了夏小暖的婚纱。只听撕啦一声，夏小暖贴着胸贴的胸口就暴露在人前，一时间尖叫声、议论声压过了裴母的声音。而裴景言闭了闭眼，就这么从台子上下来，走到裴母身边。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评论里都在问后面发生了什么，还有人开始讨论起视频中几个人的身份，太劲爆了。夏小暖这下面子里子都没了，真解气。周牧开心的又看了一遍视频，而我只在疑惑了一瞬后就把他们都抛到脑后。只是没想到第二天，裴景言就出现在我店门外。有事吗？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装修，就是在设计衣服。装修结束了，但是里面的味道还很大，我打算放一放再正式开业，今天只是过来开门散散味。裴景言走进来，
打量了一下不大的店面，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他问道。我觉得奇怪，摇摇头，不用，我自己能搞定，而且有周牧呢，他帮了我不少忙。裴景言沉默半晌，继续道：昨天婚礼上的事，你应该在网上看到了吧？没想到他会主动提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谨慎地回道：看到了，都上了热搜。闻言，裴景言突然笑了：解气吗？我不明所以，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好在裴景言不用我问，就开始解释：咱们结婚那2年，夏小暖让你受了不少委屈，让他在最风光的日子丢脸。对于他来说，说天塌了也不为过。见我的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裴景言脸上出现苦涩。虽然早就料到，你就算知道真相，也不会原谅我，但一切都过去了。安安，我会努力让你回到我身边的。我还没拒绝。裴景言又说起了他和夏小暖的关系，他们谈过2年恋爱，感情很好。可是大学毕业后，夏小暖突然出国嫁人，和他断了联系。被我爸和裴父逼着娶我时，他刚有了关夏小暖的消息，所以他不乐意。但裴父告诉他，我爸手里有裴家的把柄，如果他不娶我，我爸会鱼死网破，拉裴家下水。其实他知道，对于夏小暖，他更多的是不甘心，所以为了裴家也好，想彻底忘了夏小暖也罢，他和我结婚了，想和我好好过日子。可他也没想到，夏小暖就在我们刚结婚不久，带着孩子离婚回国了，还直接来找他。因为一直没放弃过找夏小暖，所以他突然出现。裴景言虽然奇怪，但还是开心居多。但很快他就发现公司开始出现问题，他没惊动任何人，找外面的人来查是什么情况。谁知道就查到了夏小暖身上。原来夏小暖的前夫和裴家的对家有关系，夏小暖突然离婚，也只是因为对方知道裴景言结婚了，所以让夏小暖那个时候出现，好破坏他的家庭。当他迷足深陷的时候，再给他致命一击。我也不确定会不会牵扯到你，所以我只能表现得一点都不在乎你，让那些人的注意力不放在你身上。怪不得那天裴景言说，以后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人会来找我麻烦。我妈知道咱俩离婚后，其实她挺开心的，但谁知道夏小暖会突然带着他儿子上门，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夏小宝是我的孩子。我妈之前就不喜欢夏小暖，那天夏小暖走后，我妈就病了，再醒来就是你后面看到的样子。她整个人性情大变，只认你当她的儿媳。裴景言说，夏小暖知道我们领了离婚证后，就闹着要嫁给他。他将计就计，准备了一场瞩目的婚礼，但是他放出的消息很能迷惑人，不知道的都以为他只是领证2年后才和妻子举行婚礼。可谁知新娘已经换了人，他们想让夏小暖窃取裴氏的机密，去给他们这个机会，也知道他们就打算在结婚当天动手，所以就有了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一幕。听完裴景言的话，我大脑一片空白，半晌没开口。我觉得好荒谬，不过很快我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说完了吗？说完你就走吧，我还有事要忙。不管这2年裴景言有什么苦衷，但他和裴母对我造成的伤害是实打实的，我不会原谅他，也不想再跟他废话。见我的脸上出现不耐，裴景言最后说道，我已经把夏小暖以窃取商业机密的名头送进去了，他儿子也被送还给他父母那里，之前让岳父离世的罪魁祸首也会付出代价。安安，以后没人会威胁到你。周牧知道一切后，心情复杂了好几天。他说知道裴景言不是个东西，但好像在骂他也有点奇怪。那天过后，裴景言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我的店里，我只当他是顾客，除了必要时的谈话，我不会跟他多说一个字。像极了结婚那2年，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只不过这一次，不想废话的人变成了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和裴景言的关系宣传了出去，来我店里定做衣服的人多了不少，有不少想要男装。思来想去，不想断了自己的财路，
我决定男女装一起做。裴景言知道后，把我堵在店里：“你别给别的男人做衣服，你要多少设计费，我买断，全给我。”只当裴景言是在发疯，我理都没理他，继续干自己的事。可是周木告诉我，我做出的所有男装，不论大小款式，都被裴景言拍走后，我只觉得无语。裴景言不知道怎么想的，接受了一个采访。采访时说了我们那不愉快的2年婚姻生活，还有打算把我追回去的决心。周木看到后，把采访视频发给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个老男人这么骚气？我也很疑惑，但这些对我影响不大。我没打算再结婚，自然也就不在意裴景言在外面怎么说。因为裴景言的采访，来找我定做衣服的人多了不少。见达到一定规模，我已经打算和工厂合作，开始品牌发展的第2步。男人、婚姻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想好好挣钱，成为富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